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金融始终是最具魔力的存在。它如同一股无形却强大的暗流，穿梭于历史的褶皱与时代的脉搏之间，既塑造着国家与城市的兴衰荣辱，也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财富命运。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与金融逻辑这部著作，恰似一把精巧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理解现代金融世界的大门，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揭示出金融背后的深层逻辑与运行规律。当我们谈论金融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繁华都市里高耸入云的写字楼，纽约华尔街的铜牛雕塑，交易大厅里闪烁的电子荧幕，以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位。金融似乎总是与财富、机遇和风险紧密相连，充满着神秘而迷人的色彩。然而，在这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金融更是一门关乎人类经济活动本质的学科，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个人的储蓄投资到国家的经济政策，从企业的融资扩张到权重贸易的往来，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撑与运作。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金融又常常被高深的理论、复杂的模型和专业的术语所包裹，让人望而却步。而金钱永不眠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以一种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将金融的奥秘娓娓道来，让普通读者也能轻松领略金融世界的魅力。本书的作者香帅、汤牙是金融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他曾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担任副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深厚的学术背景为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他经营住自己的金融工作室，继续在金融研究与知识传播的道路上探索前行。从他的名字香帅无花便可见其独特个性，这两个名字均源自古龙笔下的武侠人物，充满了浪漫与侠义气息，与传统印象中严谨刻板的金融学者形象大相径庭。事实上，萧帅不仅钟情于武侠世界，还热衷于写作。自2013年起，他便活跃于各大平台，撰写金融专栏和科普文章。他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解风格，将复杂的金融知识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内容，深受读者喜爱，成为第一财经等媒体平台备受欢迎的财经专栏作家。而金钱永不眠正是他多年来在金融领域研究与思考的精华结晶。书中集结了他在网络上发表的众多高人气文章，涵盖了金融历史、资本市场、金融理论等多个维度，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宏大而细腻的金融画卷。若想探寻现代金融的起源与发展，我们不得不回溯历史的长河，去审视东西方金融意识与实践的演变过程。令人惊讶的是，在16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金融发展并不逊色于西方，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走在前列。西周时期设立的权府堪称古代中国金融体系的雏形，它肩负着类似现代财政部和央行的职能，负责管理国家的物资储备、货币流通以及借贷义务，通过调节市场供需和资金流动，维持经济秩序的稳定。周礼、地官、权府中记载，权府长以是之征部，敛是之不受，或之至于民用者。这表明权府不仅关注经济交易，还承担着平抑物价、促进商品流通的社会责任。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国古代的金融活动愈发丰富多样。战国时期，民间借贷之风盛行，无论是富商大贾还是普通百姓，都参与到借贷活动之中。这一时期的借贷形式涵盖了生产性借贷和消费性借贷，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提供了资金支援。到了南北朝时期，抵押借贷逐渐兴起，典当业应运而生，并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行业。典当行作为专门从事抵押借贷的机构，为人们提供了灵活的融资管道，同时也促进了物品的流通和再利用。这些早期的金融实践展现了古代中国在资金融通和信用体系构建方面的智慧与创造力。然而，现代金融的核心制度与机制却大多源自西方，尤其是荷兰在17世纪的金融创新，成为了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开端。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堪称金融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这家公司开创性地采用了股份制模式，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分散的资本汇聚成强大的商业力量。公司的股东们按照所持股份的比例享有分红权和决策权，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模式，极大地激发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为大规模商业活动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在公司成立的第一个10年里，尽管没有向股东分红，而是将全部利润用于扩大经营规模，但投资者们也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为了满足股东对资金流动性的需求，
荷兰人又创造性地推出了股票交易制度。1609年，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诞生，股票从此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退出机制，还使得资本能够在不同的企业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信用制度、可交易证券、股份制有限公司等现代金融市场的关键要素，在17世纪上半叶的荷兰已然成型，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上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1648年，正值中国清朝顺治5年，为了加强统治和便于征税，朝廷大力强化人口户籍管理，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这一政策导致跨地区贸易受到严重阻碍，商品流通不畅，经济活力逐渐衰退。同时，为防范民间资金流入反清势力，朝廷对商业活动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限制商人的经营范围和资本积累，商业发展受到重重束缚。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的金融创新陷入停滞，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正如经济学家所言，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中国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未能形成有利于金融创新和发展的制度环境。19世纪的上海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近代中国的金融舞台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凭借长江三角洲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运交通，上海成为了连接内地与海外的重要枢纽。洋务运动的兴起更为上海的金融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江南制造局等一系列洋务企业纷纷在上海设立。这些企业的创办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金融业务的繁荣。为了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各类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上海的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壮大。汇丰银行等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率先在上海设立分行，带来了先进的金融理念和管理经验。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广泛的国际网络，为上海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国内重要的银行也将总部迁至上海，进一步提升了上海在全国金融领域的地位。1891年成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作为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交易异常活跃，上海逐渐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然而，战争的阴霾无情地打破了上海的繁荣景象。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大量银行家和商人被迫南下，金融机构纷纷撤离，上海的金融市场遭受重创。此后，长期的战乱和政治动荡使得上海的金融发展陷入困境。1947年，冷战格局逐渐形成，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受到严重限制，上海作为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沉寂。就在上海金融市场陷入低谷之际，香港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上海沦陷后，大批金融人才、资本和企业涌入香港，为香港的金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溃败后，更多的内地资本流向香港，进一步壮大了香港的金融实力。同时，战争带来的大量人口迁移，为香港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消费市场。香港政府适时推出了一系列开放的经济政策。1973年取消外汇管制，1974年开放黄金市场，1977年建立商品期货市场，1978年放宽为国银行设立分行的条件，并开放银行牌照。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香港的金融市场迅速与国际接轨，吸引了全球资本的关注。到1986年，香港证券市场的交易总额已超过1200亿港元，香港逐渐崛起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A 股市场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成立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涨跌起伏，其中2015年的股灾无疑是最为深刻的记忆之一。2014年底，在经历了长期的熊市调整后，A 股市场终于迎来了久违的牛市行情。随着市场情绪的逐渐升温，投资者的热情被点燃，大量资金涌入股市。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内，上证指数从2000多点一路飙升至5000多点，涨幅超过1倍，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场牛市的背后，杠杆资金的大量涌入起到了关键作用。
杠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借贷的方式放大投资规模，以获取更高的收益。在股市上涨阶段，杠杆的使用能够让投资者以较少的自有资金获取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收益。这种财富效应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纷纷加杠杆入市。无论是个人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业务介入资金，还是机构投资者利用场外配资等方式放大资金规模，杠杆资金的规模在这一时期迅速膨胀。据统计，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6月，场内融资的杠杆资金增长了近3倍，场外配资的规模更是难以准确估算。然而，杠杆这把双刃剑在放大收益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当市场行情逆转，股价下跌时，杠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者的损失成倍扩大。2015年6月15日，由于市场估值过高，监管层加强对杠杆资金的整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A 股市场开始出现大规模下跌。证监会清理场外配资账户的举措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情绪，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导致股价持续暴跌。在股价下跌过程中，由于杠杆资金的存在，许多投资者的账户面临强制平仓的风险。一旦股价下跌到一定程度，投资者的保证金无法满足要求，就会被强制卖出股票，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抛售压力，形成了恶性循环。从6月15日到7月8日，短短10几个交易日内，上证指数从5178点暴跌至3507点，大量投资者血本无归，许多券商也因客户违约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市场陷入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为了稳定市场，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监管层迅速出手救市。证金公司向21家券商提供了2600亿元的信用额度，通过购买股票等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同时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如暂停新股发行、鼓励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等。在监管层的全力救助下，市场逐渐企稳，但这场股灾给投资者和市场带来的创伤却难以在短期内愈合。它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杠杆的巨大风险，也为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制度建设敲响了警钟。股灾发生后，监管层为了维护市场稳定，引入了熔断机制。熔断机制最早起源于美国，其目的是在市场价格波动过大时暂停交易一段时间，让市场冷静下来，避免恐慌情绪的蔓延和过度交易。美国股市的熔断机制设置了3道阈值，当市场价格波动超过 7% 时，暂停交易15分钟；超过 13% 时，再次暂停交易15分钟；超过 20% 时，当天停止交易。中国在引入熔断机制时，上定刀沪深3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或下跌超过 5% 时，暂停交易15分钟；超过 7% 时，全天停止交易。然而，熔断机制在中国 A 股市场的实施效果却与预期大相径庭。2016年1月4日，熔断机制正式实施的首个交易日，沪深300指数开盘后便大幅下跌，下午开盘仅3分钟就触及 5% 的熔断阈值，暂停交易15分钟。恢复交易后，市场恐慌情绪加剧，短短6分钟内又触发了 7% 的熔断阈值，导致市场提前收盘。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市场依然延续了这种剧烈波动的态势，频繁触发熔断。仅仅实施了4个交易日，熔断机制便被迫暂停。熔断机制在 A 股市场的水土不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的市场环境和投资者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美国股市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投资者相对成熟理性，市场波动相对较小；而中国 A 股市场以散户投资者为主，投资者的情绪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交易行为较为频繁和情绪化。此外，中国股市在引入熔断机制时，准备时间不足，阈值设置不够合理，未能充分考虑中国股市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这次熔断机制的失败尝试，也让监管层和市场参与者对金融创新和制度引入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在深入了解金融市场的实践与历史之后，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层面探讨金融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因为金融活动本质上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金融学的研究也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从定义上看，金融是指资金、货币以及与资金货币流通有关的经济活动，这与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配置、生产、交换和分配等内容密切相关。然而，随着学科的发展，金融学逐渐展现出其独特性，并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大学的学科设置中，
经济学系通常隶属于文学院或社会科学学院，侧重于理论研究和宏观经济分析，而金融学系则大多隶属于商学院，更加注重实践应用和微观金融决策。这种学科归属的差异，反映了两者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的不同。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关注的是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等问题。它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如何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金融学则侧重于研究资金的流动、资产的定价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更关注微观个体的金融决策和行为。例如，金融学研究如何进行投资组合优化，以在给定风险水准下实现收益最大化；如何对金融产品进行定价，使其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如何管理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安全。金融学的独立发展得益于一系列重要理论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马克维茨提出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得出了有效前沿曲线，为投资者提供了在风险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的科学方法。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学开始从经验性研究向科学化、理论化方向发展。随后，威廉·夏普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揭示了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为资产定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金菲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在有效市场中，资产价格能够充分反映所有可用资讯，投资者无法通过分析历史价格获得超额收益。这一理论对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和投资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莫顿·米勒和莫迪利安尼提出的豪米定理，探讨了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为公司的融资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这些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构建起了现代金融学的理论体系，使其成为一门独立且重要的学科。金钱永不眠通过对金融历史的回溯、市场实践的分析以及学科理论的探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复杂多变的金融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金钱如同永不休眠的精灵，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中不断流动、增值和创造。金融市场的每一次波动、每一项创新、每一个政策调整，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命运，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向。展望未来，金融领域将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金融科技正在深刻改变着金融行业的面貌。人工智慧、大资料、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使得金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和个性化。移动支付的普及让人们摆脱了现金的束缚，数字货币的探索为货币体系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智慧投顾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投资建议。这些创新不仅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品质和效率，也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金融的便利。然而，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资料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网络攻击和金融诈骗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在创新的同时保障金融安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金融创新的加速也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一些新型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可能带来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对于个人而言，在这个充满变化的金融时代，了解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进行个人理财规划、投资决策，还是应对职业发展中的金融问题，金融知识都将成为我们的有力工具。通过学习金融知识，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市场规律，识别投资风险，做出更加理性的经济决策，从而实现个人财富的保值增值，在金融的浪潮中稳健前行。金钱永不眠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金融的著作，更是一部关于历史、经济、社会和人性的启示录。它让我们明白，金融的世界永不停息，充满着无限的机遇与挑战。在这片充满魅力与风险的领域中，唯有不断学习、深入思考，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在金融的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喽。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记得动动你们的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哟。我们下期的听世界不见不散。